这店开了3年，5点进货，10点关门，日复一日，哪次不是我守着？工资1分没拿，分红1次没见。这份协议是3个月前写的。给我！1张80万的单子，就想把我赶出去？可这协议3个月前就写好了。姐，外面还有顾客呢，你怎么让人关门了？今天提前20分钟，就为了算账？不是今天，是整整3年。秋兰姐，店里天天都要周转，哪有那么多现钱分？我没说现在必须分钱。那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把账拿出来。志强每天忙到半夜，你别一开口就查他。我是合伙人，我看自己的账也叫查他。你天天待在店里，赚不赚钱自己心里没数。我只知道货卖得快，钱一直在你手里，我怎么知道赚了多少？你们这店生意确实不差，学校、饭店还有附近几个村的团购都从这儿拿货。开店3年了，清一清账也正常。老吴，这是我们内部的事儿，你听结果就行。好，那就把结果拿出来。我已经汇总好了。80万？对。你说这家店3年亏了80万？账就是这么算的。每天晚上收银存钱都排队，团购订单多的接不过来。去年春节我们一天进了3车货，你现在告诉我店里亏了80万？生意好不等于赚钱，你只会进货，根本不会算成本。那就把成本明细拿出来。都在这张表上。房租多少？1年16万，3年48万。采购多少？200多万。200多少？具体数字我记不清。损耗呢？20多万。什么货能损耗20多万？生鲜、过期、破损，还有平时送出去的赠品。损耗清单呢？这种东西没必要做那么细。能算出20多万，却拿不出一张清单。秋兰，做生意本来就有赚有亏，你们当初说好1人1半，赚了平分，亏了当然也得平摊。真实亏损我认，但这一张纸我不认。你不认也没用，债主不会因为你不认就不来催账。哪些债主？供货商、设备公司，还有几笔私人借款。名单呢？以后给你。合同呢？太多了，今天没带。账本呢？原始账太乱，还没整理。所以3年的生意，最后就剩下这么一张纸。沈秋兰，我替店里垫了快40万，你不感谢我，还把我当贼一样审。你垫了40万？对。转账流水拿出来。那是我的私人账户。既然算进超市亏损，就不是你的隐私。你今天就是故意来闹事儿的。我只是在要账。账已经算清楚了，店里亏80万，你承担1半。1半是多少？40万。我在这家店干了3年，每天早上5点进货，晚上10点关门，没领过1分钱工资，也没拿过1次分红，现在还要倒交40万。合伙做生意就是这样，赚了平分，亏了平摊。那我这3年的工资怎么算？合伙人没有工资。我后来追加进去的15万呢？早就花进店里了。凭证呢？我没时间跟你扯这些。我给你7天。7天干什么？补上40万。我要是不补呢？那就拿股份抵债，把你手里50%的股份交出来。从今以后，这家店跟你没有任何关系。我今天才第一次提出清账，你倒是连怎么处理我的股份都想好了。这是最公平的解决办法。他说的太顺了，不像临时起意，倒像早就等着这一天。你怎么又来了？我来上班。昨天不是说了吗？先处理债务。债务还没查清，我为什么不能上班？这几天你先别碰收银和库存。凭什么？店里亏损严重，必须控制风险。控制风险，就是先控制我。库存损耗最大，进货一直是你负责。那就盘货。今天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店里还要营业，关门半天就能盘完，影响收入谁负责？一家3年亏80万的店，你还怕少营业半天？沈秋兰，你别在这抬杠。我不抬杠，把账本给我。没有账本。什么叫没有账本？现在都用电子记账。那就打开电脑。系统前段时间升级，旧数据丢了一部分。进货单呢？仓库受潮，坏了一些。供货商对账单呢？有些没保存。你管了3年账，电脑坏了，单据失了，流水乱了，对平章也没了。不是一点记录都没有。细目在这里。32万临时借款是什么？店里周转借的。谁借的？我。跟谁借的？分了几次？哪几次？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。钱进了哪个账户？一部分直接买货，一部分是现金。借款合同呢？放在家里。现在回去拿。我还有事儿。那我跟你一起回去。你什么意思？我要看合同。你不相信我？我只相信凭证。你们怎么一大早又吵起来了？超市借过32万，你知道吗？32万？店里的事儿我没跟他细说。你昨天说志强为了超市替我们扛了几十万，原来你连他借了多少钱都不知道。我只知道家里一直缺钱，志强为了这个店到处求人。借款利息多少？每个月2块左右。
32万，一个月就是6000多，利息谁在付？我从哪个账户付？私人账户。那就把流水调出来。你别得寸进尺。你拿私人借款算进超市亏损，让我承担一半，现在连还息流水都不让我看，钱全花进店里了。花进店里就应该有记录。我说没有就是没有。下午我找会计过来，把电脑系统、银行账户和库存全部查一遍。谁允许你找外人？我是超市合伙人，系统里有客户资料，不能随便给别人看。可以签保密协议。没这个必要。亏损80万，还没必要。你是不是已经认定我做假账了？把原始记录拿出来，我自然不会怀疑你。合同找不到了，刚才还说在家，搬家的时候放乱了。那把邱海生的电话给我，你找他干什么？确认这32万到底借给了谁。你没资格联系我的朋友。借款算进超市账里，我就有资格。你爱信不信，反正7天之内拿不出40万，就签字退股。32万是整张票里最大的一笔，没有合同，没有转账记录，没有具体日期，连所谓的债主我都不能联系。这不像一笔超市借款，更像是一个专门留给我的窟窿。秋兰，大家都是亲戚，别因为一点生意伤了和气。要我认40万的债，还不能伤和气？店里亏了，合伙人共同承担，不是应该的吗？真实亏损我承担，假账我1分钱都不认。你先别急，听志强把话说完。既然你不愿意补现金，我给你准备了另外一种方案。什么方案？用股份抵债。谁允许你替我写名字？只是打印上去，又没替你签字。里面都写了什么？你确认超市亏损80万，承担其中40万，然后把50%的股份和经营权全部转给你。对，我当初投入的本金呢？店都亏成这样了，哪还有本金？库存呢？拿来抵债。门店押金呢？设备呢？留着处理后续欠款。会员账户里的钱呢？归门店继续使用。客户资料和线上店铺呢？当然也归门店。门店最后归谁？由我继续经营。也就是说，货、设备、押金、会员款和客户，我不仅1分钱拿不到，还得先承认自己欠了40万。股份抵了债，你就不用另外拿现金，这已经是在帮你了。秋兰前后投进去35万，又在店里白干了整整3年。你把所有东西都拿走，还说是在帮他？合伙本来就有风险，不能赚钱的时候算他的，亏钱的时候全算我的。谁说这80万亏损是真的？汇总条已经给过你了，那不是账，结果就是账。原始记录呢？怎么又是这一套？沈秋兰，你是不是非要把家逼到翻脸？现在拿着协议逼我认债退股的人是你，怎么反倒成我逼你了？秋兰姐，志强已经替这个店扛了这么久，你为什么就不能理解他一次？你看过账吗？没有。你知道那笔32万的临时借款吗？你连欠了谁的钱都不知道。秀华又不懂做生意，可她知道自己的丈夫为了店里吃了多少苦。我不辛苦，3年里我哪天不是第一个到店，最后一个离开？我拿过1分钱工资吗？秋兰，你也累了3年，既然这生意不赚钱，退出算了。妈，我投进去的35万怎么办？做生意哪有稳赚不赔的？那我3年的工资呢？别算的那么细。为什么我的钱不能算细，他的假债却能1分不少的算到40万？合同没有，名单没有，流水也没有，现在却让我先签字认债。你不签，就等着债主堵到你家门口。你拍什么？协议上写着我的名字，我为什么不能拍？这是超市内部文件。你怕我给谁看？还是怕别人看出里面有问题？沈秋兰，你别后悔。妈，这份协议有电子版吗？有，你爸手机里收到了一份，发给我看看。你要这个干什么？我们上信息课的时候，老师教过怎么看文件属性。电子文件一般都会留下创建时间和修改时间。这份协议是他今天拿出来的，应该也是今天做的。是不是今天做的，不是他说了算，电脑会告诉我们。文件打开了，妈，你过来看。9月17日，对，3个月前。作者也是赵志强。昨天才提出让你退股，协议为什么3个月前就写好了？什么事儿？退出协议是什么时候做的？昨天。你确定？当然确定。文件创建时间是3个月前。你查我电脑里的文件。原文件是你自己发给建军的。那是以前帮朋友做过的模板。哪个朋友？你不认识。模板里为什么有我的名字？名字是昨天改的。超市名称呢？也是昨天改的。客户群、会员余额、线上店铺和供货商资料呢？我熟悉店里的情况，一个晚上写出来有什么问题？问题就是你3个月前已经准备赶我走了。你别胡说。 3个月前你还说春节后要扩大经营，经营再好也得提前做风险预案。什么风险预案？只让一个合伙人退出？你看看那库存问题最大，本来就是你负责的。那为什么客户群、会员款和线上店铺全部归你？那些属于门店。既然属于门店，为什么不先算资产？店里还有债，当然先处理债务。
资产全部归你，债务却让我承担一半。赵志强，你真当我听不懂？他没有解释创建时间，因为他解释不了。这份协议3个月前就已经存在了。我不知道，你真的不知道？志强的文件从来不让我碰。那你为什么一直劝我签字？我以为他只是想尽快解决债务。小李，你等一下，最近店里的团购订单为什么少了？有些客户不在原来的群里下单了。那他们去哪儿下单？赵老板让他们进了一个新群。什么群？志强优选客户群。什么时候建的？差不多2、3个月前。群里有哪些客户？学校、饭店，还有附近几个村的团购负责人。他们的钱付到哪里？新的收款码。收款码上写的什么？志强商贸。你确定不是超市的名字？不是，赵老板说只是换了收款系统，让我们不要多问。志强商贸是什么？我没听说过。陈老板，什么事儿？陈老板，你们饭店最近在哪个群里下单？志强优选群超市升级系统了。最近付款还是付给原来的超市账户吗？不是，现在的收款码叫志强商贸。赵志强怎么跟你解释的？说都是一家公司，在哪儿付款都一样。明白了，谢谢。客户是我一个一个维护下来的，商品用的是超市进的货，他却让客户把钱付进自己的公司。你还觉得他是在替超市扛债？我真的不知道他注册了新公司。公司什么时候注册的？查一下就知道。秋兰姐，这件事先别告诉家里的长辈。为什么？我怕他们年纪大了，受不了刺激。昨天他们围在我家里逼我认下40万的时候，怎么没人怕我受刺激？3个月前退股协议已经写好，也是3个月前新客户群建了起来，饭店、学校和村里的团购客户被一点点转走。超市负责进货，他的公司负责收钱，这根本不是临时处理亏损，他早就在准备把我从这家店里清出去。怎么回事？沈姐，门锁密码为什么换了？赵老板昨晚改的。为什么没人通知我？他说店里最近丢货，要统一更换密码。连我的账号也停了。什么事儿？为什么停用我的收银账号？为了止损。止什么损？库存差额。差了多少？20多万。盘点表呢？正在整理。谁盘的？员工和财务。我们店什么时候有财务了？我外聘的。人呢？你没必要见。账是你管的，盘点也是你找的人做的，最后责任却全推给我。我马上到店里。你的东西都在这儿。你什么意思？事情查清楚以前，你不要再来店里。这是我的店。你涉嫌造成巨额库存损耗，暂停你参与经营，很正常。证据呢？盘点结果很快就出了。现在连结果都没有，你就先把我赶走？大家都听见了，不是我要赶他，是他拒绝配合店里的调查。小李，你参加过盘点吗？没有。王师傅，你呢？我只帮忙数过几箱饮料。20多万的差额是谁盘出来的？财务。把财务叫过来。没必要。又是没必要。先把这些东西交出来。什么东西？供货商联系方式、饭店和学校负责人的电话、几个团购群的管理员权限，还有3年的历史订单。我还没有退股，为什么要把客户交给你？店还要继续经营，没有你我们也得正常送货。客户不是已经转进志强优选了吗？你怎么知道那个群？你怕的根本不是我影响经营，你怕我发现店里的钱去了哪里。那只是内部新群。收款码为什么是志强商贸？线上推广需要。商品是谁进的？超市。客户是谁维护的？也是超市。那钱为什么进你的公司？沈秋兰，你少在这里胡搅蛮缠，把客户资料交出来。你敢撕？这些客户是我3年一个一个维护下来的，账没查清之前，谁都别想拿走。那你现在就走，以后不准再进这家店。秋兰，今天有新鲜排骨吗？我还想订2箱鸡蛋。以后别找他了，他管理库存出了问题，已经退出经营了。我什么时候退出了？等盘点结果出来，你自然就知道了。你再敢当着客户造谣，我马上报警。第一批商品，我却被连自己开的店都进不去。妈，这是什么钥匙？旧电脑柜的钥匙。超市以前那台旧电脑还在吗？家里的储物器。以前的收银系统登录过那台电脑。开店前2年一直用的就是它。那台电脑里可能还有缓存和自动备份。系统升级以后，旧账都丢了。电源线还在。能打开吗？先试试。赵志强说，3年的原始账只剩下1张纸，文件被加密了。只要他还在，就一定能打开。妈，你还记得登录密码吗？试试店名加开业日期。进去了。是不是坏了？别急，缓存还在读取。这个营业额是多少？去年1月到12月176万。1年176万？对。赵志强给我的汇总表上
3年总收入才208万，那肯定对不上。一个月48万6，系统就是这么显示的。他写的上半年总收入才42万，一个月比半年还多。先别急着下结论，把数据导出来。文件有点大，要等一会儿。这个订单我记得，镇中学运动会订了2万多块的水和食品，订单显示已经完成，钱肯定收了。可20多天以后，它被改成了全额退款，饭店订单也退了，还有村里的团购单。妈，这些订单都是月底改的。客户根本没收到退款，不然早就来找我了。正常销售改成退款，这面营业额自然就少了。货卖出去了，钱也收了，账上却成了没赚到。这些退款不是客户申请的，是后台管理员手动改的。管理员是谁？这是赵志强的账号。记录怎么没了？妈，有人正在删账。是不是电脑坏了？不是，有人从另一台设备登录后台。赶紧断网！不能断。为什么？断了就看不到对方怎么操作了。妈，你别碰鼠标，我先截操作日志。他是不是知道我们打开旧电脑了？系统可能有异地登录提醒。能看到登录设备吗？能。晚上8点17分。就是现在。什么事儿？你在干什么？在外面吃饭。你是不是在删收银系统的数据？你胡说什么？旧电脑里的订单正在被删除。什么旧电脑？你说已经丢失的原始。谁让你登录系统的？超市有我一半，我为什么不能登录？旧系统早就作废了，里面的数据不准确。不准确就更该保留，让会计核对。那些都是垃圾款存，删掉很正常。既然是垃圾，你为什么这么着急远程删除？设备是你的手机，账号也是你的。账号可能被盗了。那你现在退出登录。我凭什么听你的？因为我要保存证据。沈秋兰，你是不是想毁掉这家店？想毁掉店的人是把真实销售改成退款的人。他把旧电脑的权限也封了。没事儿，我抢下来一部分。保存了什么？订单截图、操作日志、登录设备记录，还有一半导出数据。这些后台操作怎么都在晚上9点以后？这2年晚班一直是赵志强负责。被删掉的订单全是他值晚班的日期。白天我把货卖出去，晚上他就把订单变成退款。地方够大，前面开超市，后面做仓库。一年房租多少？15万。有点贵。旁边有学校和小区，只要经营好，生意不会差。姐，你真愿意跟我合伙？只要账算清楚。一家一半，赚了平分，亏了也平担。我出20万，你也出20万。你们2个都是能干的人，这店肯定能做起来。亲戚合伙，更要把协议写清楚。股份、分工、分红都写下来。姐夫，你想的太复杂了，亲戚才更要清楚，免得以后说不明白。志强是你们看着长大的，还能坑秋兰？小姐，装修了小姐，装修了。以后怎么分工？你熟悉供货商，负责选货、进货和守店。你呢？我负责收款、记账和结算，月底一起对账。行。收款用哪个账户？先用我的。为什么不用店里的公共账户？公共账户手续麻烦，先把生意做起来。所有营业款都该走公账。姐，店还没开，你就怕我拿钱？不是怕你，是合伙的钱必须分清楚。公账以后再说。那时候我不知道，最大的漏洞已经留下了。明天正式营业，公共账户今天必须定下来。姐，你怎么还惦记这件事儿？营业款不能进私人账户。我负责收款，先用我的码最方便。月底怎么对账？系统有记录，按系统收入分利润。系统收入必须和收款流水对应，不然少一笔多一笔，谁知道？秋兰就是太认真，自家亲戚还能少你的？开业要紧，别为了一个账户闹得不高兴。我保证每个月月底公开流水，该分多少，1分都不会少。
那至少签一份合伙协议，写明股份一人一半，利润亏损各担一半。重大支出也必须双方同意。可以，过几天找人写，今天先口头定。口头不保好。姐夫，你就是不相信志强，那就先写在本子上。吃饭呢，别弄得像牵绊生气。亲戚合伙靠的是信任，天天防这个防那个，生意怎么做？大家扫这里。为什么下面没有超市名称？私人账户显示不了。不是说要开公共账户吗？等忙过这几天，今天先收钱。老板，快点，我们还等着结账。姐，先做生意，账月底再算。从第一笔营业款开始，所有钱就进了赵志强一个人的账户。这几天营业款有多少？都拿去订货了。账户里还剩多少？不多。这几天至少卖了10几万，钱呢？都压在下一批货里了。供货商不是月底结算吗？有些要先付钱。哪些供货商？现在说不清，反正店里还缺5万。刚开业就缺5万，生意太好了，货周转不过来。等春节过去，马上就能分红。你手里还有钱吗？我的20万全投进去了，家里也没钱。秋兰姐，你先帮忙补上，货卖出去，钱很快就回来了。咱们手里也没多少现钱，银行卡里还有7万，那是家里的备用钱。姐夫，你放心，最多1个月，本金和利润一起还给你们。这5万算临时周转，不是追加投资。当然不是。那就写收条。哎呀，自己人还写什么收条？亲兄弟也要明算账。行，晚上我就写。姐，还是你有魄力，春节肯定赚一笔大的。5万补货款什么时候还？钱还压在库存里。收条呢？这几天太忙，忘了。那现在写。姐，店是咱们2个人的，你非得算得这么清楚？你之前说这是临时周转，现在怎么又成店里的钱了？先别急，等过完正月，我连分红一起给你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这5万从来没有被记成借款，在赵志强的账里，他成了我自愿追加投资。前面5万还没还，春节卖了那么多货，钱呢？全压在库存里了。这批米面必须先付款，还差10万。怎么又差10万？秋兰姐，再帮一次，忘记过去就好了。家里没有10万，小琴的学费和培训费还没交。临时用半个月，卖完这批货先还你。这次必须写清楚，算借款，不算投资。行，你说怎么算就怎么算。前面5万都没回来，你还要动孩子的钱。店里生意好，只要货不断，很快就能回款。你每次都这么说。这次转账备注和归还日期都写清楚。10万已经到期，什么时候还？店也是你的，钱放店里和放你手里有区别吗？当然有区别，那是我女儿的学费。先让建军垫一下，做生意哪能卡着日期要钱？你答应15天归还。你这样不信任合伙人，生意还怎么做？他答应的是借款，记下的却是第2次自愿追加投资。猪肉中午前又会卖完，明天多进50斤。别进太多，卖空不代表赚钱，顾客付的钱不是钱，成本也高。秋兰，给饭店留20箱牛奶，还是老价格。以后团购价提高。不是刚谈好吗？按原价，长期客户不能说变就变。你天天让价，店怎么赚钱？进货价我最清楚，这个价格有利润。账是我管还是你管？今天至少卖了3万多，账面没那么多，货架都空了，怎么可能？团购没结，会员消费不算现金，还有低价促销，那也不可能差1半。你不懂财务，别光看营业额。
利润多少？还是亏。顾客天天排队，货架天天空，为什么账上天天亏？房租、人工、水电都要钱，卖得多花的也多，卖出去的钱呢？都补窟窿了。这2个码怎么回事？白天用有店名的，赵老板晚上来就换下面这张。下面这张是谁的？我只知道钱不进超市账户。姐，你怎么还没走？今天订单多，我留下帮忙。不用，你白天够累了。二维码怎么还没换？为什么要换？平台有限额，白天那张不能再收了。限额2万，今天才收16000。还有线上订单，线上订单走的不是这个码。你非要当着员工查我？这是秀华的账户，临时周转。用了多久？没多久。快2年了。谁让你插嘴？2年叫临时，晚班一直用这张，对不对？月底都会转回超市。那把2年流水拿出来。私人账户你没资格看。收的是超市营业款，就不是私人账。这张码是你的？是，但钱一直是志强在管。你连自己的账户都不看？他偶尔拿我手机对账。这个账户开了多久？开店第2年，2年晚班收入都进这里。你没有证据别乱讲。从今天开始不用了，省得你继续胡闹。码可以撕掉，银行里2年的入账记录撕不掉。做会员充值，充1000送200。300人充值就是30万本金，还要多送6万余额，能承担吗？先有现金才能扩大进货。顾客的钱必须进公账，会员余额单独记录。系统都会自动记。我充2000，以后饭店用着方便。赠400，充1000真送200，真送！开了2年还能骗熟人？今天具体充了多少？30多万。钱到账了吗？账户给我看看。啊，太晚了，明天再对。老吴，之前欠的货款今天先结一部分。你们有钱了？刚做完充值，收了30多万。谁让你答应结款的？不是说补货还供应商？我要先订春节货。订多少？剩下的钱呢？平台还要扣手续费。什么平台能扣掉30多万充值款？会员款进了哪个账户？已经拿去付供货商了。付给谁？转账记录呢？以后整理给你。顾客账户多了30多万余额，超市账户却1分钱没有。谁让你把他们叫来的？你说会员款付了货款，我来核对。老吴，上个月货款结了吗？没有，1分钱没收到。我们还欠6万多。赵志强说已经结清。真结清，我还会天天催。钱已经安排了，银行到账有延迟。延迟1个月。会员充值30多万，供货商没收到，超市账户也没有，钱去哪了？提前付了另一批春节货。哪家公司？宏大商贸。我做批发10几年，附近没这家公司。外地的。合同、转账记录拿出来。在我私人账户里，你没资格看。收款用私人账户，付款也用私人账户。超市的钱到底进过超市没有？充值的钱真没结货款。钱都用在生意上了。327个人，30多万本金，供应商没收到，超市也没钱。那钱到底在哪儿？货都在路上，过几天就看见了。你昨天给我的结算单不是我们公司开的。印章不对，价格还比真实报价高了1倍。这只是拿错了。充值款没找到，第一张假进货单先出现了。赵老板，拖了3个月，今天必须给说法。他们催自己的钱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都是你进货太多，商品积压，现金才转不开。米面昨天卖空，
饮料不到20箱，哪来的挤压？你们每月订货都在涨，从没听说卖不出去。为什么这张单不是老吴开的？印章是假的，单价也不对。可能员工录错了。谁录的？货从哪里来？正常渠道。正常渠道为什么冒用供货商的章？我这里数量也多写了300箱。还是拿错？财务按资料统计，哪个财务？外聘的，没必要告诉你。同一车货，我这里为什么有2张单？日期、车牌、商品完全一样。一张6万3，另一张11万8。同一车货，为什么做出2种价格？赵志强，哪张是真的？一个报价单，一个结算单。不可能，报价也不会差5万多。数量、日期、车牌全一样，为什么金额不同？以前的单子我哪记得清楚啊？你不记得，却能算出3年亏损80万。实际结算6万3，11万8那张我从没见过，章也是假的。我拿回去查。不能拿走，这是店里资料，现在也是证据。你想报警？先把账查清楚。亲戚之间的事儿，别闹到外面。做假单时，你怎么没想过亲戚？也许真是员工弄错。那把录单员工叫来。人早辞职了，电话也换了。不止1张，牛奶单价抬高，纸巾多算400件，粮油还有重复记录。采购成本被抬高，亏损自然就出来。你没有证据证明是我改的。账和后台一直都是你管。沈姐，这车货我送过，账上写了2车，可那天明明只有1车。振中学这单送过吗？送了20箱水和100多箱食品。货退回来了吗？没有，学校早签收了。系统却显示全额退款。饭店这批牛奶呢？也送了，只压坏1箱。系统显示整单作废。不可能，饭店还让我下次继续送。月底谁负责核单？赵老板。他让你们怎么改？现金订单改退款，正常销售改赠品。货退回仓库了吗？没有。谁下的命令？赵老板，他说这样方便对账。你们在这里干什么？核订单。谁允许你单独问员工？我是合伙人，有权查账。小李，出去干活。赵老板，上个月那批牛奶是你让我全改成报废。你胡说什么？那批牛奶包装完好，是我拉走的。拉去了哪里？不是供应商，是工业路。你记错了，我没记错，收货地址根本不是这家超市。今天关键3个小时，货架、仓库、配送单一起盘。不能关，少营业半天，损失谁负责？你不是说店一直亏？正因为亏才不能停。盘点是正常经营，你怕什么？晚上关门后再盘吧。晚上赵志强值班，谁知道货还剩多少？你什么意思啊？2个人同时在场，员工参与，数据当场签字。没必要搞这么复杂。昨晚有没有出货？我不知道。有1车。谁让你说的？送到哪里？工业路，昨晚10点半，米、油和制品。有出库单吗？赵老板没让我开，那是外地客户的团购单。订单拿出来。后台维护。又在维护。你再影响营业，我就报警。你报，正好查查为什么整车商品半夜离店。账面库存比现场多300多件，
销售系统又没有订单。这是我2年的送货记录，里面不止一个地址。镇外工业路18号仓库，这些送货记录都是真的。每次我都自己记，怕月底少算运费。 2年送了多少次工业路？至少40多次。单子付款方是谁？秋兰超市，可货有时分2处，有时整车送过去。谁通知改地址？赵老板，电话和微信都有。这车制品别进超市，直接送工业路18号，单子照旧开超市。仓库收货人是谁？一直用赵老板的私人号码。里面放什么？米面粮油饮料制品，和超市一样。晚上还发货？有人打包，发往周边县城。每次会员充值后，工业路送货量都增加。最近一次呢？昨晚差不多8万块的货。超市付钱，货却送进另一个仓库，门店当然天天缺库存。明天去看看。这些货和超市的一模一样。志强优选，最里面那些就是昨晚送来的。付款方写的是谁？秋兰生活超市。你们找谁？这里是谁的仓库？志强优选。负责人呢？赵老板不在。哪个赵老板？赵志强。这些货哪个公司采购？志强商贸。那送货标签为什么写秋兰超市？我不清楚。谁让你们进来的？超市付钱买的货，我为什么不能看？这里的货跟你们超市没关系。这几车都是我从供货商拉来的，单子全开秋兰超市。赵老板说是临时调货。调货手续和出库单呢？我不知道。这些货不是存着，是正在往卖。这批指示进过超市吗？没有，整车都送这里。账面却继承了超市库存。线上店叫什么？志强优选批发。货款进哪个账户？门店天天缺货，不是卖得快，是大量商品从来没进过超市。这里是私人仓库，请你们出去。赵志强是不是老板？我只负责仓库。谁给你发工资？志强商贸。这些商品很多是秋兰超市买的。你们认错了，货是我送的，地址、时间、数量都有。公司之间调货。谁同意的？赵老板。另一位合伙人同意了吗？你是？沈秋兰。赵老板说超市是他一个人的，你只是帮忙，没有股份。开店20万是谁出的？饭店、村团购、学校铺送，全是超市老客户。订单不能看。货则从超市采购，客户也是超市的，为什么订单进志强优选？客户愿意在哪儿下单跟你没关系。正好把这些都留下。别拍，再拍我报警！你报，让人查查超市的货和客户为什么都在这里。赵老板，沈秋兰找到仓库了。旧门头被扔了，新牌子换成志强优选。他不是借仓库存货，是背着你开了另一家店。老陈，你最近从哪里下单？志强优选群，赵志强说超市升级，只是换了线上名字。收款方是谁？志强商贸，不是你们的新公司吗？不是。赵老板说内部调整，大单以后走志强优选。什么时候开始？3个月前。客户转群是谁通知的？赵老板，
他说新群统一管理，大订单别再找你。客户知道换了公司吗？大部分不知道，以为还是原超市。他让我们统一回复，两家是同一个老板。原始记录别删，备份给我。你今天联系客户了？他们本来就是超市客户，现在是志强优选客户，客户愿意跟谁做，你管不着。商品是超市采购，司机也是超市的人，你只换了收款账户。我能留住客户是我的本事。那为什么不进合伙账？新项目以后会结算。什么时候？等公司稳定。客户转走的时间正好是退出协议创建的那个月。他一边准备赶我走，一边已经开始搬走超市最值钱的东西。妈，志强商贸不是3个月前开的。什么时候？2年前，注册地址就是工业路18号。负责人是谁？沈秀华。秀华，志强商贸是不是你的公司？什么公司？我没开过。登记负责人是你，身份证是不是给过赵志强？他说办超市扩展业务，让我签过几张纸。银行账户、公章、贷款你知道吗？我都没见过。这不是超市的线上公司吗？不是，超市股东是我和赵志强，这家公司只有你的名字。他只是图方便，不会害我。3年前我也这样想。你去查公司账户，再查借款和担保。我晚上问他。先别问，他最近删记录搬货，你一问，他只会先藏东西。秋兰姐，你是不是把事情想得太坏？我也希望，可一家没有自己货源和客户的公司，为什么突然做起大批发？他靠的是合伙超市的货、客户，还有本该属于我们的营业款。第一次充值12万，3天内仓库新增10万货。第二次充值是18万，仓库马上多2车饮料。最近充值30多万，当晚工业路又收8万货。时间全对上，不是巧合。老吴，这些货谁付款？有些赵志强私人账户，有些志强商贸。发票底头呢？有时秋兰超市，有时张商贸。他说统一结算。秋兰姐，我查到一笔28万转账。从哪里到哪里？超市会员收款账户转进志强商贸，就在充值活动第2天。你知道吗？我从没登录过公司账户，都是志强操作。平台运营12万，仓库租金9万，线上推广8万。这些不是超市费用，是志强商贸的，却全算进超市亏损。也许以后会还回来。他已经用了超市2年，还回来过1分钱吗？32万临时借款，用途线上业务扩张。你的意思是，这也是我名下公司借的？很可能。你陪我去查，我怕自己的名字还背着更多债。80万不是一个数字，要拆开查每一笔。供货商欠款26万，有对账单吗？只有赵志强自己的汇总。老吴，实际欠你多少？7万8。表上写12万。不可能，2批货已经结了。第2家实际4万2，表里写9万，2家就多算9万。设备和装修尾款12万。装修不是2年前就结清了吗？早结清了，收据还在。这一项删除。会员补贴10万呢，赠送余额只有消费后才产生成本，他却一次性全算亏损。充值本金去哪儿还没查清。最大一笔32万临时借款，是不是志强商贸借的？邱海生，钱借给谁？用于哪家公司？借给赵志强，用于志强商贸。合同没有秋兰超市，也没有沈秋兰签字。供货商多算，装修已结清，
会员算法错误，最大借款属于新公司。这不是算错，是把不属于超市的账全塞进来了。秋兰，同一批货，赵志强好像还算了2次。去年10月，这批粮油6万3，早已分2次结清。为什么还在欠款条里？他又把这6万3继承自己替超市垫付的私人借款。同一笔钱？先说超市欠供供商，再说他个人垫款，一笔债就变成2笔，会不会只是重复记录？如果只是重复，为什么刚好都算进80万？饮料款已经支付5万，汇总表却保留全额欠款，付款从哪里来？赵志强私人账户，备注超市货款。他用超市营业款转进私人账户，再付供应商，能算个人垫款吗？不能，除非证明那笔钱本来属于他。顾客的钱先进他账户，他再拿一部分付货款，最后说自己垫钱。钱走一圈，超市少了营业收入，还多欠他一笔债。80万里至少20多万重复。他不是不会记账，是把自己包装成不断替超市垫钱的人。还有更大的问题，仓租、推广、线上运营费，付款主体全是志强商贸，却要求你承担一半。工业路仓租9万，平台推广8万，快递包装7万，合同主体都是志强商贸。跟秋兰超市有关系吗？没有。可线上店卖的也是超市商品。正因为用超市商品，利润才应该还给超市，不能只拿走收入，再把费用丢回来。正常合作要有调货单、结算单和利润分配，你们都没有。仓库合同承用人是谁？可我不记得签过。身份证和签名都是你的。赵志强把这些费用算进80万，再让我承担40万，合理吗？除非你是志强商贸股东或担保人，否则不合理。我不是。现在明白他非要秋兰退股了。盈利的门店和客户归他，新公司的债留给秋兰。会员余额归他，线上店铺归他，客户群归他，债务先让我确认一半。志强不会这么算计自己人。那你看看这份文件的创建时间，不是清账后才写，是3个月前就准备好了。别怕，慢慢说。赵老板每天晚上发数字，让我们把销售额降下来。怎么降？现金订单改退款，正常赠品记损耗，有些订单直接删除。今天现金销售9600，系统只留4000，剩下做退款。这真是志强的声音，还有很多。50箱牛奶全部记破损，纸巾算受潮，团购单不要进老系统。商品真的坏了吗？没有，有些晚上拉走，有些直接送工业路。你为什么帮他改？他说是合理避税，后来我不想干，他就说我偷钱，扣我工资。这些记录为什么留着？我怕以后说不清。春节那个月删了多少？17万多。难怪真实营业额48万，汇总表却只有20多万。他为什么记这么细？删少了骂，删多了也骂。他不是不会记账，他比谁都记得清楚。里面有2年晚班数据，所有退款、损耗和赠品操作都在。所谓管理混乱，从头到尾都是他自己制造的。现在你还觉得是误会吗？这些只能证明志强改过账，不能证明他想害我们。把正常收入改成退款，还不能证明？也许只是想留下钱扩大经营。扩大志强商贸，那是你们家的公司，不是合伙超市。生意做大，以后大家不都有好处？我有什么好处？客户、会员款、商品都被拿走，
最后还让我认40万债。他可能只是暂时周转，暂时2年，连退出协议都提前写好。32万借款、仓库合同都是你的名字。我知道。还有15万平台贷款和8万担保，你签过吗？没有。我要问志强。现在问，他只会先藏证据。你自己查公司账户、征信和所有合同。他是我丈夫，我不能只听你。我没让你听我，我让你看证据。你是不是一直见不得我们过得比你好？真有本事的人，不会拿别人的钱养自己，更不会拿妻子的名字借债。真出事，第一个被追债的不是赵志强，是你。除了15万，总共4笔，加起来63万，全是你的名字。公司借款人是我，2笔担保也是我。你签过吗？没有，但签名像我的，身份证复印件是真的。赵志强能拿到你的证件？一直放在保险柜，密码只有他知道。昨天你问他了吗？他说都是为了这个家，让我别管。如果赚不回来，债权人找谁？找我。房子是婚后买的，车也在我名下。先固定证据，别再让他碰你的手机和证件。公章和白色卡片也都在保险柜，我知道备用钥匙。里面有公司公章、4张白色卡片，还有一本手写账本。账本写了什么？写着超市每天收多少钱，也写着多少货送去工业路。秀华，他不是没有账，他一直有一本真账。晚班现金收入9800，系统保留4200，转新账户5600。跟小李的删账表完全对上了。这里还有会员充值31万4，转志强商贸28万。我的账户也只是中转。商品转仓，纸聘8万6，粮油12万，饮料9万3。成本记在哪里？全部记合伙超市，销售入进志强商贸。他为什么记这么细？因为他自己要知道拿走了多少。还有个人提取，买车首付12万，装修9万，私立学校费用3万多。他说这些是超市分红，可3年里他没给我分过1分钱。真实营业额比汇总表多100多万，真正报废不到3万。那80万亏损怎么来的？降低收入，虚增成本，重复债务。标题是清退沈秋兰方案。清退，第1步转移客户和营业款，第2步制造亏损和外债，第3步用股份抵债。他不是临时贪心，从很早就计划怎么把我赶出去。第1阶段，2年前开始使用私人收款码，降低门店账面收入。同时建立新公司，转移线上客户和团购订单。第2阶段，用超市货款建立工业路仓库。这些全都已经做了2年。第3阶段写着春节旺季前完成合伙人清退。为什么一定春节前？春节最赚钱，赶我走以后，现金充值款和客户全归他。制造总亏损80万，要求沈秋兰承担40万，无力承担则股份抵债。连数字都提前写好。3周年清账时，他不是临时算出80万，这个数字早就在计划里。退出协议3个月前创建，对应最终执行阶段，先转客户，再写协议，最后公开所谓亏损。我劝你签字时，他已经算好了一切。退出协议3个月前创建，对应最终执行阶段。先转客户，再写协议，最后公开所谓亏损。我却劝你签字时，他已经算好了一切。
你以前不知道，现在知道了，准备怎么办？我会作证，怕他，但更怕继续替他背债。你把保险柜里的东西拿走了，马上送回来。公司和债都写我的名字，我为什么不能看？你要站沈秋兰那边，这个家就别想过了。真正不想过的人不是我。他夺店的路线图，现在成了证明骗局早有预谋的证据。超市到底亏没亏？没有，扣除合理成本，至少盈利76万。还没算转走库存。没有，被转走商品48万，会员款39万，私人收款码截留62万。志强商贸的线上利润呢？初步30多万，货源、客户和资金都来自合伙超市。他让我承担40万债，实际却拿走100多万。是，所谓80万债务里，32万属于新公司，21万重复，12万早已结清，其余也有虚高。我们只认真实欠款，多写的数字跟冲破上无关。这是每天改推款、删订单的指令。这是送往工业路的40多车货。这是用我名字签的公司债务。这是赵志强自己记录的真实收入和转移金额。收银后台、私人收款码、会员记录、供货商单据、司机记录、员工聊天和私账全部对应。这不是管理混乱，是赵志强亲自安排。沈秋兰不欠40万，该返还资金的人是赵志强。3年来不是店没赚钱，是有人把我赚的钱藏起来，再拿假账告诉我，我白干3年还欠他40万。谁让你们动我东西的？保险柜在我们家，公司和债都写我的名字。你帮外人对付丈夫？超市是我和你的合伙生意，你背着我开新公司，现在反倒说我是外人。账本只是内部记录，不能代表真实经营。收银数据、银行流水、会员记录、供货商对账和送货单全部对应，你可以逐笔解释。32万借款属于哪个公司？志强商贸。为什么写进超市债务？两边业务混在一起。利润、客户和会员款为什么不混？没有我这家店早倒了。没有你改账，他3年前就已经分红了。多算的欠款我们不认，送工业路的货都有记录。改退款、删订单也是你亲口安排。这也是你写的？3个月前你想让我签，现在重新谈退出。谁退出？你。转走的营业款、会员资金和库存必须全部返还。志强商贸的债务也由你个人承担。凭什么让我一个人承担？因为利润进了你的公司，假债却留给了超市。志强，签字吧，别再把所有人都拖下水。从今天起，你退出超市，该退的钱1分都不能少。妈，以后还跟亲戚合伙吗？可以，但亲戚也要签合同，也要看账。为什么？关系越近，越不能靠猜。你不是3年没记账，你只是把真账留给自己，把假账留给我。越想把关系做长久，越要把每1分钱写清楚。